今日没人领走的女眷，明日一早送杂役营。温婉堂，你还愣着？挑那个穿狐袍的，他家有粮。有粮不一定给你吃。你看一下教场水棚那里。多谢君爷。喝慢点。在这乱世中，竟还有如此生性善良的人，实属难得。温氏，你选谁？我选他。他疯了吧？选秦家那个穷千户。温婉堂，你想死别拖我。我家穷，母病，弟弱，妹不认生人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你肩伤3日内不能再动刀，右膝缝寒会疼。你查过我？不用查，你袖口有药灰，靴底沾的是旧草灰，不是军营薪炭。穷得这么明白，不难看。温氏，你到底选不选？选。至少他刚才先问别人有没有水喝。你以为选个好心人就能有好日子？我没选好日子，我只是想活命。今日起，温氏归秦家，若逃，按军户逃赋论。进了秦家门，就别想过富贵日子。我不怕穷。那你怕什么？怕的是没有安稳的日子。那是你弟弟秦小川，先回家，你家今晚就会出事。哥，你真把他领回来了？名字已落。我们家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还多一张嘴。新嫂子一来就有好戏看喽。他夜里是不是咳得最厉害？关你什么事？床放错了。温姑娘，家里简陋，委屈你了。娘，别叫得太亲，他未必想留。你干什么？那是小川睡的地方。门缝直吹胸口，地上反潮，他不咳才怪。你一进门就嫌这嫌那。我嫌的是风，不是人。你会医术？不会治病，只会少让人死。小川今晚没渴醒，碰巧而已。门缝要堵，粮袋不能贴墙，水缸要盖，柴堆不能放门边。你是来做嫂子的，还是来查抄秦家的？我是来活下去的。我们家不用你管。那你能保证你娘不病重，小川不渴死，你哥不带伤再上战场？你闭嘴！你说话太硬了。软话堵不住风。秦顺怕这个家散掉。我知道。知道还刺他。因为他守着旧样子，旧样子会害死人。这里不能直接挖角。你又想折腾什么？藏粮。谁？新媳妇儿不做饭，先挖坑。我说了，粮袋不许动。贴墙会反潮，挪开半尺，下面垫木板。木板哪来的？拆。那门坏了谁修？你嘴一张，家都要拆空。门板还能挡潮，粮没了就只能喂老鼠。兖州媳妇儿，秦家院子小，别乱挖坏了地基。我量过，离墙3尺。他什么都量过，他最懂。哎呦，还真把粮弄潮了。我就说不能听你的。你算错了。是，我漏了地下旧水沟。这就是你说的活路？这袋粮我负责晒干。地窖不能挖这里，改到造后高土处，
先挖浅坑，再烧干土层。哟，还想继续？我算错了，不代表不挖，错的是位置，不是藏粮这件事。你凭什么还让我们信你？凭我认错，若是我不认，这袋粮今晚就会焖没。按他说的，先晒粮。你以前也算错过？那一次，整支运粮队都没回来，算错过，所以才怕。怕什么？怕一袋粮变成一条命。嫂嫂，昨天夜里那个黑影又来了。左边这袋也要垫，立地3指，离墙半尺。你是不是连我们喘气都要量？若喘气会引火，我也量。秦延州，把你心腹叫出来。心腹过门，不敬长辈，不理家务，挖院动土，乱搬粮食，秦家还有没有规矩？族叔，嫂嫂也是为了……你闭嘴！女人管粮管到男人头上，是霍家。霍家的是朝粮、漏屋、烂桌，不是女人。放肆！拜堂还没补，先顶撞族中长辈。拜堂能堵屋顶吗？礼法能让小川夜里不咳吗？秦家再穷也要有体面。女人第一件事是把饭做热。这桌不能再用。我说礼，你说桌，因为它比你的礼实在。这里面全空了。秦家现在就是这张桌，外面看着还能撑，里面早烂了。再讲体面，人先被压死。你敢拿秦家比烂桌？我说错了吗？族叔不会罢休。那就让门先撑住。嫂嫂为什么要在后门挂这个？有人推门，你在屋里也能听见。听见后不许出来，只敲盆来提醒大家。我记住。你觉得有人会从后门进？不是觉得，是已经有人看过路了。家里穷，办不起大礼，只能委屈你们拜个天地。你若后悔，今日还能说。婚配文书已落，后悔没用。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？好听的不能补屋顶。一拜天地。哼，这也算拜堂？穷的连喜酒都没有。酒会误伤口，不喝也好。连拜堂你也管伤口？命比酒贵。借点柴火命，别挡路！他们抢柴，你收好粮，别出来。可你一个人去，现在！你肩上不能动刀。住手！这家有防备，不是普通讨柴。他们在试门。他们还会来？会。刚才只是在看我们慌不慌。嫂嫂，我是不是不能出去？听见铃响就敲盆喊人，别开门。那你们呢？大人来守门。我能做什么？烧热水，流干布。有人受伤，您就是后路。这家有粮，数上这家。什么东西？你管什么东西？谁派你们来的？没人派，饿极了。饿极的人可不会穿军靴底。秦霜，开门让我躲躲。从前门进，后门不能开。你嫂子让你不认人了。我嫂子说，乱开门会死人。后门有人，后门有人，后门有人。幸亏小川敲盆，不然真让他们摸进来了。唉，粮没丢，你守住了。这不是流民能穿的东西。有人借流民探路。军营方向。你不能去。我是千户。
嫂子，是我赵百户，叶州受伤了。小伤，小伤会流这么多血？路上遇了几个探子，他非要追。酒能压疼，酒也能让你血流得更快。我自己的伤，我知道。你只知道怎么硬撑。嫂子，军中兄弟都这样，所以军中死得多。我不追，那探子就跑了。你追到了吗？没追到，还把伤口撕开，你换来什么？别让小伤看，让他看，让他知道逞祥会把家里人吓成什么样。哥，你会死吗？不会。你说不会就不会，你这条命不是只归你自己，你娘要你活着，秦霜要你活着，小川要你活着。那你呢？我需要一个能守门的人。嫂子这字儿跟军令似的。他比军令烦。嫌烦就别受伤，下次巡夜带着，别少带。一堆零碎，打仗哪顾得上？带上。北边有动静，秦家新媳妇儿开始捡破烂儿了。嫂子，这些东西狗都嫌硌牙。狗不用拉粮车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命没了更难看。手断了，扶住！这批粮要送军营。秦霜拿绳。好。还真让这破皮店救了。旧皮扛磨，破甲片能卡轮，另外断轴不能硬拖，得先卸重。你一个流放女眷也懂粮车？我懂东西坏之前会先有生，人也是。小民捡的破烂，为厂征用也不为过。你凭什么抢？你可以征用，但要记账、盖印，写明归还或折粮。收。小狗，你也知道小狗会坏事。嫂子，这生存包真要给军理事？是可以，少带不行。少一份也不至于死人。你最好永远别验证这句话。张百户，北沟军队缺人，立刻出发。赵百户，我那份干部包是不是没拿？一个干部包罢了，忍忍。谁少了？我以为用不上。温婉堂说过，包按人头带。燕州，你真听嫂子的。收火，快！风太大，火车子点不稳。少的那份干部，本该在他身上。你以为不会死人？叫，别睡。欠我是不是拖累了？废话真多，活着回去才不算拖累。谁少带了？我。结果？阿成失温，差点睡过去。从明日起，巡队出门包按人头点，少一份不出门。军里兄弟未必服，不服，让他们来找我。你确定？你说的对的，我会有。你以前带过兵？带过人活命。最后都活了吗？没有。所以我讨厌少一份。少的从来不是东西，是活路。燕州，北沟发现黑狼马蹄印，不是流民，是黑狼游骑。黑狼骑兵的马，蹄铁外弯，一眼能认。你跟来做什么？他们不是路过。你看出什么？马停过3次，第一次看村口，第二次看柴道，第3次看后坡。他们在量路。再是秦家村哪扇门最薄？黑狼人真盯上我们村了，我们只是小村。小村有粮，有柴，有女人孩子。那怎么办？保卫所。
卫所兵力都在北线，未必顾得上。先补门改灵，然后柴堆移位，粮袋分开藏。全村都听你的，他们不会愿意的呀。不愿意就先从秦家做。我让巡队加一半。别只看路，还要看声音。什么意思？他们若再来，第一件事不是进门，是让我们听不见。明线给人看，暗线才是真详。是，学得挺快。我只是怕粮丢。我听见明铃响敲盆，暗铃响也敲盆。不管哪只铃响，你都不要出屋。我知道，孩子报信，大人守门。你把我家人救成守兵了，是知道怎么活的人。嫂嫂，哎呦！可谁家的铃？别去远！他们真的来了？不是来了，他们已经摸清门了，如同淬了冰的利刃。黑狼人真盯上秦家了！别瞎嚷嚷，嚷得全村都要乱。已经乱了。昨夜他们能摸到秦家门，明夜也就能摸到你们家门。嫂嫂，这剑还留着？留，它是证据，也是提醒。黑狼剑盯的是秦家门，未必冲全村来，别把祸水往大家身上引。可我家墙比秦家还矮。燕州媳妇儿，你有法子就说。先查3样：粮、柴、水，每家报数，谁家有老弱病人也报。你想查全村家底？我想知道真出事时，谁能撑3天，谁今晚就会倒。报了粮，是不是就冲功？哼，秦家自己怕死，别拉全村陪你们折腾。我不拿你们1粒粮，但不报数，真到分救急粮那天，谁先救谁后救，你们自己能吵出命来。谁知道你会不会骗秦家？所以账不归我一个人管，村长看总数，秦霜记木牌，你们每家按手印。他们根本不信。正常，信任比藏粮难。你把全村都拉进来，会更麻烦。黑狼人不会只挑听话的人上。村长，我家水缸坏了，一整缸水全不能喝了。昨夜忙着看秦家热闹，忘了盖缸，谁知道一夜就脏成这样。这水还能烧开喝吗？不能，别碰。那我家今晚喝什么？你秦家有水，分我点儿。可以分，但要记账。凭什么他家先打？他自己没盖缸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哼！今晚每家只补半桶，先给有老人孩子的，明早重打。你一句话，我们就少喝。你今夜多抢1桶，明日井绳断了，全村都没得喝。吓唬人倒是一套。水是各家自己的，井是祖上传下来的，轮不到一个心腹分。那就请族叔来分。这家有病母，那家有婴孩，另一家明天要给巡队烧水，你先给谁？少拿这些压我！他问的是人命顺序，族叔若答不上，就别挡着。我刚才漏记了2家，明日记得补，漏一次就要知道漏在哪里。唉，他们还是怕你差粮。怕正常，真正出事前，人都以为藏起来的才是自己的。公共柴棚，你偷公共柴？什么偷？我家孩子冷，我先拿一点怎么了？你拿的不是1点，是今晚守井火的柴。那也不能现在冻死我家。冻死你家，还是烧断全村的守夜火，你分得清吗？公共柴谱以后谁看？谁看都有人说偏心。我看就不该弄公共柴，谁家顾谁家。可以。那昨夜井边火灭，谁家孩子半夜来打水摔进井沿，也各家顾各家，
我家昨夜就靠井边火取水。公共的东西不是给人占便宜，是给最危险那一刻续命。偷拿的怎么罚？我不是坏心。我知道你不是坏心，所以不逐你。你今晚守柴棚，缺多少补多少。我一个人守。我派一名巡卒站远处，不替你守，只看你敢不敢跑。你打算把村里每一口水、每一根柴都背身上？不背，未必等他们乱抢。边关各家有各家的命。你守的是边，还是只守秦家门口这3尺地？嫂嫂，粮账对不上。不对，少了半袋。我爹昨夜就没吃热粥，今日还没有。秦刷，你昨日不是记了吗？我记了，可有2家只写了半斗，没写是粗粮还是豆面。谁领过这半袋豆面？一个小丫头记账，错了也正常。文婉堂，你让她管粮，这就是后果。是我错。错在哪里？只记数量，没记粮种；只记领走，没记谁按的手印。现在认错有什么用？老人饿着了。所以现在要找粮，不是找人撒气。这是救济粮的手。放肆！你们敢搜长辈家？不是搜，是你的族人昨夜把粮袋漏了绳头。账记错了，有人就敢钻空子。半袋豆面而已。半袋豆面能让生病老人活下去。嫂嫂，我差点害死人。那就记住，账不是木牌，是命。我重做，全村粮账，我一户一户重新核。我陪你来第1遍，第2遍你自己来。有粮袋裂了，豆面漏了一地。别踩，那是粮啊！袋子昨日还好好的。不是被割的，是馅烂了。旧袋再装重粮，迟早裂。现在怎么办？先把干净的筛出来，脏的别混。谁家有针线？你出什么头？封好了是他们的粮，累的是你的手。再漏下去，大家都没粥。你是我家媳妇儿，不是秦家村的丫鬟。你会缝双线锁边？会，比普通针房结实。他不会。你什么时候学的？在娘家时学过，后来觉得针线苦，不想再碰。这不是苦活，是本事。你不笑我？粮袋不破，明天就能少饿一个人。我为什么笑？明日不许再来，我家衣裳还没缝完，你倒替外人卖命。那粮袋也是我们村的，你嫁到我家就得先顾我家。明日我给梁鹏济公缝1只袋，折半碗粮。当真？但粮给做活的人，不给抢功的人。先把我儿的袄子缝好，再想梁鹏那点活儿。梁鹏今日要补10只袋，那是温婉堂的事儿，不是你的事。他济公能换粮食，换来的粮也得先进鲁家缸。嫂嫂说谁做的谁挂名。这是给我的，不就是缝几针，装沙测试。苏锦娘测试，这几针能保住1袋粮。你的人都是我家的，记什么你的名？针是我扎的，袋是我补的，你还敢顶嘴？梁鹏只认做活的人，你管到别人家媳妇儿头上了。我不管你家事，但谁救粮谁领粮。秦家如此，鲁家也如此。你又替人出头，还有本事，不该被埋没。你就一个苏锦娘，明天会有10个人来找你，你会把自己拖死。那就一个一个看。你上战场时，也有人这么劝过你吗？
罗生不对，我刚想敲，人影从树后跑了。我去追！别追远！昨夜割灵，今日割罗。他们是在拆声音。声音没了，夜里谁家出事都不知道。嫂嫂，我只在这里敲，不往外跑。对，你听见大锣不响，小锣就响3下。小川还小，所以他只报信。孩子也算进你的防线里。我把他放到最安全的位置，他总该学会些什么。秦家村不是秦家院子，你不能把所有人都排进你的格子里。我不排，他们就会乱。乱也不是全归你管。可黑狼人来了，不会问谁归我管。你怕漏算，怕到连人心都想算进去。人心，我宁愿他们骂我，也不想给他们收尸。有我。黑狼皮牌，他们连罗在哪儿都知道。也许只是吓唬人。唬人？难道要等刀割开喉咙？兖州媳妇儿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今天重做3本账，粮账、柴账、人账。又查？这次我来问，家中几口人？老人孩子另写。粮几袋？柴几捆？水缸几个？这真不会充公？不会，报少了，真出事时少分，可别闹。我家2袋擦粮。那墙后埋的是什么？这是我家保命粮，我不报怎么了？你昨日还来领救急粥，我怕报了被拿走。藏粮可以，骗救急粮不行。凭什么？因为你多喝1碗，病老人就少1碗。你保自己的命，不能拿别人命垫。嫂嫂，我以前只怕粮丢，现在才知道人会从账里偷命，所以你要比他们更清楚。村里开始听了，不是听我，是看见后果了。不好了，祖叔带人说你们逼人交粮，要开祠堂评理。一个流放来的心腹，查粮、查水、查人，如今还要给村民定罪。秦家村什么时候姓温了？我只是藏了点粮，他就说我偷命。你明明领了救急粥。小丫头闭嘴，这里轮不到你。粮账是我记的，我就要说。昨晚救急粥一共12碗，藏粮户领2碗，病老人少1碗。我爹就是少的那1碗，我不知道会少到他头上，所以才要账，不是为了羞辱谁，是让你们知道少的东西会落到谁身上。粮袋裂一口，漏的是粮；人心裂一口，漏的就是命了。兖州，你是千户，你就看着他这样压着全村。他没压全村，是黑道人压在村口。你糊涂！从明日起，村中巡线按他的账走，哪家有老弱，哪条路难撤，巡队都要知道。秦家村不能散，散了，谁家都活不了。哥，你刚才是帮嫂嫂说话吗？我是帮秦家村。谢谢。别谢太早。村子不是账做好就能守住。大锣3声，村口有险；小锣3声，大锣被断。盆声不断，后门有人。这比军营号令还细。记点好，昨天少写1个粮种，就差点出事。记不住的，现在问，出事时没人等你想。老人走半路，孩子跟着大人，不许乱跑。
这回我没拖后腿吧？你盖好了水缸，也走对了路。我以后不看闹了。今日他们没骂你，因为还没真出事。你就不能想点好的？好的就是你今日没追远。你这么记仇？我记命。我没听见响，一点都没听见。秦霜，他们又来拆我们的耳朵。我带人追！慢着，先查村内。他们又进村了。没有，他们没进村，却已经摸清了秦家村第一道警戒。他们连我们凉棚在哪儿都知道了。昨夜要是追出去，说不定能抓住人。追出去，抓不抓得到不知道，你肯定先被他们牵走了。嫂嫂，我真的一点声音都没听见。不是你的错，只靠一根罗绳本来就不够。从今日起，粮不能只放一处，老人孩子撤到暖屋，受伤的人进伤员区。粮分开藏，岂不是更容易丢？都堆在粮棚，被人摸清了，那不一锅端了。秦家村什么时候变成军营了？黑狼人可不会等你们商量好再动手。这路太远了。停！秦家院子的法子放到全村不一定够用。嫂嫂，你之前定的路错了。对，老人走不到就是错。能改就不算晚。秦千户、温娘子，小六村也见到黑狼马蹄印了，求你们救救我们！娘，你别累着。我走不快，可我能看着热水。暖屋归您管，干布、热水、老人孩子，您说了算。孟婶身子弱，能管这么多人？只是身子弱，又不是眼瞎手废。我记不住，左边右边都一样。看井，井在左，磨坊在右。记不住路，就记东西。看井，看槐树，看红布。真出事，他会跑错。那就不能只教一遍。黑狼油漆用的铁好。我们村没锣，没粮账，老人多，墙还矮。你们怎么做，我们就照着做。不能照着做。为什么？村子地势不同，人也不同，照搬会害人。可人家求到门口了。我去看一眼。小六村离秦家村3里，路上有雪沟，所以天黑前回来。我跟你去。那秦家村呢？你守粮帐，孟婶守暖屋，小川只在安全线内报点。有人在那儿。我们昨夜照秦家村的法子挂了响盆，挂这么低，风雪一埋，谁听得见？哼！你们这里不能把暖屋设在村口，雪水会先淹这里。可秦家村就是设在近处。秦家村是高地，你们不是。粮挪到上坡，万一被抢呢？不挪，今晚就返朝了。上坡太远，我们走不上去。老人走不上去，粮也不能留在低处。粮食上坡，但人不全上坡。先分1半粮，留2天口粮在旧仓高架上。1半？这要是谁偷了呢？所以先查谁能搬，谁能守，谁不能动。绳子！别踩软泥，绕侧坡上。照你们的路走，差点摔死人。是我没先试好。先停，不走这条。你已经改了路。老人摔下去前，我就该看出来。战场上，没有人第一眼看完所有陷阱。有人比我们先到了，黑狼探子也看过这条坡。
干粮36份，绷带20卷，暖屋干布12款。绷带边我缝了双线，扯不散，记他的功。这些东西魏总要了。要多少？怎么记账？哼，小村小户能给军中出力是福分，还想记账？哪可以？写明数量、用途、折粮。温氏，你别忘了，秦彦州还是卫所的人。正因为他是卫所的人，我才知道少一份干粮会死人。谁准你动秦家村粮棚？秦千户，军中缺物，我替卫所收用。军中收用，有印文，印文回去补。粮可以先拿，命也能回头补吗？好，好得很。3日后卫所点验，你们最好还拿得出来。他不会罢休。钱管事贪，但这回他看见的是军用。看见了，就会想拿走。那我们还做吗？做，不做，那伤兵用什么？燕州，巡队有人陷进雪沟了，别硬拉，用绳子绕着再拉，想救晚朝。再把他腿就废了。你再往前半步，2个人都得废。秦霜，从侧坡绕上去，别踩白雪，踩露草的地方。我就是想抄近路，没想到这沟这么深。不是嫌绕路麻烦。回去以后寻速路重画，谁再抄近路，自己去军法处领罚。嫂子，这回是我错。错在哪儿？不该抄近路，不该拿人命生脚程。他认得到快，认得快，不代表下次记得住。我记得住，以后巡队走哪条路，我先走一遍。你不是一个人走，是带人活着回来。村口来了10几个逃难的，有老人有孩子，说后面有黑狼游骑追。这么晚，先带到村口，不许靠近凉棚，也不许直接进暖风。求求你们，给孩子一口热水！我们后头有黑狼骑兵，再走就死了。先给热水。先验人。老人孩子撑不住。敌人也知道你会先救老人孩子。姓名，几口人，从哪儿来？北边荒沟。你的袖口怎么这么新？路上捡的。你在画什么？我疼，我只是疼。黑狼暗记，全赶走！谁知道还有几个探子？我们不是，我们真的不是。老人孩子留下，其他人分开查。你现在还敢全救？难道把他们逼到黑狼那边，逼成流民来抢我们？昨晚抓了一个探子，还敢收？孩子烧起来了，求你们救救他！孟婶，热布。只能在棚里救。棚里挡不住风的。暖屋一开，2点和老人区都会暴露。只准进外间，不许过红线。谢谢，谢谢。你手里拿的什么？炭，取暖的炭。谁派你来的？只要他会开门，我们就能进来。我就说不能收流民。我嫂嫂是为了救孩子。那黑狼人也靠孩子进来了。是我让他们靠近的。嫂嫂，不全是你的错。但敌人确实利用了你的善意。从现在起，救人也要当成打仗。2点少了一袋救急粮。看吧，收流民收出贼了。这袋粮昨晚还在啊，谁动过木架了？昨晚乱成那样，谁知道？不是流民搬的，脚印从村里出来，又回村里去。你们又想搜假？昨夜救急粮挪动，只有你家报过要补偿，你走的是村里脚印，不是流民脚印。我怕粮被流民偷，先替大家藏起来。替大家藏？为什么藏在你家柴草下？我就是怕外人抢，我有什么错？
你怕外人抢，就先抢了自己人。你一个小丫头，凭什么审我？凭粮账是我记的，少一袋我就要找回来。你今日差点把所有流民都赶出去，你不能把每个人都当成需要你救的人。我也差点把探子放进暖房。那我以后先怀疑，琢磨琢磨，再去救。先要把住门，再决定怎么救。那些流民的衣服有军线，这不是逃难人缝衣用的线。我不知道，这是路上换来的衣服。嫂嫂怎么办？分开问，衣服来路、同行人、昨夜睡在哪儿，一样一样问。这线只有军中皮甲里常用，普通人缝不动。一个缝带子的女人也敢插我？谁给你的胆子，在秦家村动人？你们守得住门，守得住人心吗？若不是苏娘子看出针线，我们又被蒙了。以前还笑她只会打扮，我会针线，不是只会打扮。从今日起，女眷后勤最不止缝带，也验衣、验绳、验布。苏锦娘主事，粮账、柴账、人账，现在还要流民账，不够，还要伤病账，谁真病谁装病都要看。你开始想打仗了，我不喜欢这样，但你得会，为了活。嫂嫂，若大锣不响，我敲小锣3下；若暖屋有事，我敲2短1长。记住，不许出现。这回应该没漏了吧？你还是会救。救人没错，错的是开错门。这几个人嘴硬，什么都不说。不用说，你们村的烟已经替我们说了。他们不是看锣了，是看烟。暖屋位置暴露了，可不只是暖屋。少主，秦家村多了侯检线，探子不好进了。不好进才有意思。下一步攻凉棚。不，他防梁、防门、防罗，却防不住自己想救人。他会救弱者，那我们就从弱者那里开门。北坡巡县御府有伤兵要撑不住了，抬到外间去，不许越过红线。苏锦娘、验衣、秦霜、纪人、孟婶、热水，先把外甲脱了，我要看缝线。人都快死了，你还验？上一个没验的还是黑狼的探子。热水来了，干部也在。剑不能硬拔，得先止血。我以为小村的布没用。没用你别抓这么紧。干布用了3块，止血绷带2卷。记清楚，人救了，东西也要补回来。秦家村倒是藏了不少好东西。这是暖屋用的。卫所伤兵也是人，前线更缺这些。缺可以补，拿必须记。哼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军需官了。伤兵用掉多少，我回卫槊补印。秦千虎，你是卫槊的人，不是秦家村一个人的门神。这些东西明日起报入卫所军需。报入可以，价钱、数量、用途、损耗都写清楚。边关打仗，你跟我谈价钱？不谈价钱谁来做？不谈损耗谁来补？不谈人命谁来活？明日我带军需册来，到时候别说秦家村拿不出来。嫂子，他这是要抢？不是抢，是要我们心甘情愿被掏空。真要给卫所，那我们冬天吃什么？我就说温娘警把我们拖进军中麻烦了。黑狼来了，军中不守，村子也活不了。可不能让我们饿着替他们守吧？帮军中可以，但把村子掏空绝对不行。卫所定价：干粮10份折粗粮半斗，绷带10卷折1把盐。1把盐，我缝10卷，手都磨破了，这连布钱都不够。小村出力是军户本分。这个价做100份，村里倒欠30斤粮。你会算？我不会让人白白累死。你说这么多，就是不想交。我要交的是能救命的东西，不是让你账面好看的废物。前线确实缺，但不代表后方可以空。秦千户，你听见了？你家娘子不愿帮军中，别挑话。今晚先交30份样品，交不上我就按抗军需报。按这个做法，暖屋库存要少1半。女眷今晚都得熬。30份，我来想办法补粮。你补得了粮，补不了人累倒。
先做样品，不许把孩子和老人那份动了。暖屋存粮不动，谁敢动，我就先停工。嫂嫂，这粮不对劲儿，这粮像受过潮。钱管事说了，做样品就用这批。坏粮做出来，谁吃谁拉肚子。哼，军中粮就是这样，哪儿那么讲究？潮、酸、混沙，这个不能直接做。你敢嫌卫所粮差？我嫌它会死人。嫂嫂，你要做2批，一批按我们的法子做，一批按钱板师给的粮做，让他们自己看区别。试吃，就该让他吃坏粮。记清楚，原点是能吃的，斜插是他送来的潮粮，别混了。这不挺好？作业还装什么难？那批是秦家村存粮，你送来的，在这边。粮送来都一样，做坏了就是你们手艺差。手艺差不差，咬一口就知道。钱管事，您尝尝。这也能吃？你能吃完一整块，我就按这批粮继续做。前线兄弟吃的，不该是这种东西。文氏，你当众让我难堪！我当众让你看见，坏粮不是省钱，是让人送命。等等，那批油布也有问题。油布保险轻便，军中赶路正用得上。轻便不是漏水的借口。哼，你又懂油布？我懂冷雨浇进包里，火厨子点不着，人就会冻死。真浇？浇。这要在北沟，包就废了。一盆水当然挡不住，谁让你这么试？那你告诉我，黑狼见雨，雪沟冷水，会比我这盆水客气？这怕不是军用油布，少了一层桐油。你这爬破布来换我们的好东西，这些要带回卫戍给总卿看。秦彦州，你别忘了，你军需还要从我手里过。我也没忘，昨夜伤兵差点用的就是你这批烂布。你为了一个女人，要得罪军需房？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用这块布的人。温氏，你会算账是吧？那就算算得罪军需房要付多少代价。秦千虎，别急，军令来了也护不住这个村。他这是要报复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他会拿军中缺粮，逼全村低头。暂缓，那就是不给了。都是你昨日当众顶撞钱管事。烂粮烂布难道不该说？该说，可现在粮没了，盐也没了。我们熬夜做的东西，他一句暂缓就想白拿。他要逼我们自己乱。暖屋最低存量不能动。若卫所再拿30份，暖屋就只剩2日用量。女眷可以赶工，可布从哪儿来？手从哪儿来？从今日起，军需活分时辰，轮换做，谁累倒立刻停。钱管事不会答应。我不是做给他答应的，我是要村里先活着。北县伤兵多，卫所真的缺干粮和绷带。缺归缺，我们村也撑不住啊。先把能交的交出去，前线等不得，暖屋也等不得。我不是让你掏空村子，可钱管事就是要你用军令掏空村子。我有兄弟在前线挨饿，我有老人孩子在暖屋里要活下去。你不能只看村里，你也不能只看前线。我见过后方被掏空，前线没等到粮，后方也没等到人，最后两边都没活下来。我不想再看一次。燕州，各位，钱管事带军需兵来了。卫所急需，先调秦家村现存干粮、绷带、生存包1半。1半？暖屋怎么办？哼，暖屋是你们村的事，前线是军令。现存1半不能动。抗令！钱管事，先核数，不准乱办。秦千户，
你是要护村还是护军令？让开！你敢扯，我就让全村都知道你抢伤兵绷带。没有账，不许拿。没有账，不许拿。2个女人也敢拦军需？他们拦的是乱班，不是军需。赵拜头，点数，谁敢抢，就按军法处置。秦彦州，这些不能少，少1天，就有人熬不过夜。秦霜，这是暖屋底线。女眷可以做新的，但不能把旧的全搬空。你早算好了底线。底线是用来保命的。好，你们要账要底线，我都记住了。记清楚点，免得下次又拿烂粮烂布糊弄人。3日后卫戍大典宴，若秦燕村交不出合格军需，秦千户一并担责。哼，这是冲你们来的，也是冲我来的。那就让他验。钱管事点验，凭什么让我们担风险？做了不给折粮，还不如不做。所以从今天起，2本账，村里1账，军需1账，谁做多少，谁领多少，谁用多少，都记。女眷缝制也记功，不再白熬夜。钱管事不给怎么办？他不给，我就去要。老人15人，孩子22人，伤兵3人，最低干布不能少于20捆，热水不能断。娘，你记得比我还清楚。我走不快，就多看了2眼。暖屋账由孟婶说了算。孟婶儿，今日的热水算我欠的。你欠的不是我，是大家。这一批缝双线给巡队用，比军里的破包结实多了。别跳坏了，要记损耗的。秦家小账房越来越凶。少废话，签名。这样做能撑多久？只要不乱拿，就能撑到下一批粮回来。北县又上了10几个，点验提前到明日午时。明日？这不是逼死人吗？钱管事在上面签了字。他不是要验货，他要我们乱。今晚熄明烟，改暗火，别再让人看见暖屋在哪儿。嫂嫂，这样黑狼人就看不见了吗？少看见1分，我们就多1分活路。你从昨夜到现在没做过，等点验过了再做。人不是木头，木头烧完还有灰，人倒了就没了。停1刻。停了，明日交不上，手废了，以后都交不上。轮换时辰到了，下一组上。这时候还轮换，赶不上算谁的？算逼人熬死的。点验在即，你们还敢歇？歇过的人做出来的东西，才不会出错。军令面前还讲舒服？讲皇命，累昏的人上不了前线，累昏的人也做不好军需。秦千虎，你现在真像秦家村的人了。我是守边的人，秦家村也在边上。这个线头松。不是松，是收针口。你不会看就别乱扯。30份样品，1份不少。暖屋底线，1份未动。好，那就看路上用不用得住。不好了，粮棚后面的油布被割走1批。昨夜点数时还在。不是普通刀，割得太利了。村里谁会偷油布？不是为了偷，为了让点验路上出事。少了油布，包一时就全废了。军需未出村就少料，这账怎么算？这肯定有人捣鬼。战时只看结果，交不出就是秦家村无能。你来的倒快，笑的也快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说想看我们乱的人不止黑狼。先补包，再查人。没有整匹油布，只能拼。拼缝处加旧皮，外层压桐油灰。这样能撑吗？撑过送到魏少这段路就够了。手别冻僵。孟婶儿，我还能缝。真是黑狼！不追！他想引我们离村。回去，先守住要送出去的包。点检时辰到，秦家村交货。
东拼西补也敢叫军需？结实。30份，1份不少。昨夜损耗旧皮4块，桐油灰半罐，也记了。我没问你损耗，不问我也记，以后要补。点烟吧。比卫所发的好用。废话，救过命的东西能不好用？样品合格不代表能批量做。批量可以，但有条件。你还敢提条件？村用底线不动，材料不许掺假，做多少记多少，折粮不许拖。这些条件，我来压印。哼！卫所急令，3日内秦家村交500份干粮，送往北县。500份，3日。嫂嫂，我们做不到这么多，人手不够，粮也不够。路呢？送往北县，走哪条路？通卫所小桥，过桥转至北道。那座桥若断了，500份就是死粮。秦千户，通卫所的小桥被烧了。谁干的？黑狼有旗，他们烧完就退，还在桥条留了狼牌。桥断了，3日500份怎么送？他们不是拦粮，那是什么？他们要让卫所觉得是秦家村误了军机。桥断了，军令可没断。3日500份，少1份，秦家村担责。桥都没了，怎么送？那是你们的事儿。卫所只问东西到没到。桥是黑狼烧的，黑狼烧桥，秦家村误军机，2件事不冲突。看来他是非要让我们背上这个罪了。东沟旧路能绕过去？东沟窄，雪一深，粮车就过不去了。人背500份，人背也得累死。先分3批，第一批送100份，证明秦家村没有误军机，剩下的拖时间。钱管事会同意？他不会同意，所以第一批不能让他拦。这路太险，比背黑光活路多。我早说了，别跟卫戍掺和。现在好了，桥断了，要我们全村赔命。黑狼烧桥，关嫂嫂什么事？没有那些包，前头伤兵早死了。伤兵死不死我管不了，我只知道我家孩子要吃饭。从今晚起，粮棚封账，谁要动粮，先进营。凭什么？凭外面有黑狼，里面不能先乱。南林口有马蹄印，刚走不久。黑狼像是在等我们走那条路。他们知道我们会绕路。谁卸的？不是桥断了才危险，是人心已经开始漏风了。柴不够烧3天了，粮要交，柴要省，人还要活吗？昨日做军需用粮32斤，暖屋用粮不能动。现在连我们吃多少都要他秦家说了算。不是秦家说了算，是账说了算。账能当饭吃？乱分粮，明天连账都没了。这堆烧老人孩子，这堆打伤兵，最后一堆留到夜里。再省一成，再省孩子夜里会冷醒的。柴堆被盯上了，那就让大人少烧，别从孩子身上省。好，孩子这堆不动。你们去哪儿？离村，再留着，迟早被你们拖死。外面有黑狼游骑，村里也有军令催命。现在离村，就是往刀口上撞。他不让我们走，是怕没人替他做军需。要走可以，公共粮留下。你凭什么扣粮？那是暖屋和巡队的命，不是你一个人的逃命钱。嫂嫂，今日你把他们逼急了，不逼住，明日就有人开粮棚。可他们现在更怕你。有人动过，少了吗？没少。嫂嫂，是不是有人把路记走了？温娘子，求你让我们进暖屋躲一晚，我们知道东沟路能进来。谁告诉你东沟路？是我表弟说的，我只是告诉亲戚一条活路。那是全村备用路。我亲姐带着孩子要冻死了，我能不管？你救他可以，但你把黑狼也引进来了。人都来了，总不能赶回雪里。你看，村长也说不能赶。外村老弱先进暖屋外间，验一记名分县，不许靠近粮棚。我们听安排。你还要验我亲姐？我现在连自己人都不敢全信。他们来过，比外村人早。东沟不能用了。500份军需，少一条路就少一半活路。不是你的错，路在我手里漏出去的。漏出去的是人心，不是木牌。嫂嫂，他们不是只要路，那他们要什么？他们知道我们最怕丢什么了。这一批给南岭路，得加厚，知道。
南岭风大，收口要紧。换人，你歇半刻。我能撑，撑坏了谁管他们？你现在也会拿我当人用了？跟我回去！你是陈家的媳妇，不是秦家村的长工。娘，我这边还有活儿。别闹了，跟我们走。他现在管女眷缝制，不能随便走。你算什么？敢管我家媳妇儿？温婉堂，你别管。他手巧是给陈家换粮的，凭什么白白给全村用？我没有白做，秦霜记了功，记功能当婆婆孝敬。锦娘，跟我回去。我从前不怕被人笑，才什么都听你们的。你说什么？现在我怕的是这些带子缝不牢，巡队的人回不来。我留下，喝口热的，手才稳。我以前总笑你选了苦日子，苦是苦，可这次是我自己选的。嫂嫂，时辰签少了一张，路线不许私看，所有签牌交到我这里。唉，都要等你发签，大家做事会慢。慢，总比死好。一袋粮查3遍，怕我们偷还是怕他算错？我算过了，再算，错一袋可能会死人。嫂嫂，你是不是觉得只有你盯着，我们才不会错？大家都在撑，你为什么非要把东西全抓在手里？我不是不信你们。婉堂，孩子说的重，可不是没道理。战场上，一个人盯不住所有方向。我盯不住，就会死人。你逼得太紧，大家会喘不过气的。燕州卫所催粮，明日午前先送100份。明日不能再靠我一个人盯了。昨日我所排是错的，堡垒不是我一个人的。真出事时，等我发话就来不及了。那你想怎样？从今日起各守一段，出错先改，不先骂。粮归你管，我只看总账，不逐代查。你真放心？不放心也得放。那我要是错了呢？错了就改，别藏。今日第一批军需粮我来点，缝制归苏锦娘，暖屋归孟婶，小川只听灵报点，不出现。1短粮棚，2短村口，3短暖屋。孩子记得清，听见没有？以后不是问温婉堂，是先问自己这组该做什么。军中衔接归我，送到卫所前，我不追远，不离队。记住这句。村长管人心，谁家有人慌，先去找你，不许冲凉棚。我管。黑狼没守东沟，他们开始绕我们的心路了。你留下。南陵有马蹄印，所以我去，你守村。我知道，回来时敲这个暗号，别让人冒你。我会回来敲。停！你这袋不能入军需。都是粮，凭什么不能？袋口没封，粮里混了碎沙，军中吃坏了算谁的？你一个小丫头也敢查我？粮线归我管，你不服，等我记完名再闹。我娘呢？你娘在外间登记，等你暖了就见。干布不够，我拿缝坏的内衬先垫。哪出府？几个人？什么旗？南岭很多人，我没看清。你从南岭回来，靴上为什么没有红泥？雪太大，冲干净了。南岭雪下是红泥，冲不干净。假的！村口假报信，你们就趁乱跑。秦彦州要是死在外头，黑狼下一个就进村，现在不跑等死吗？外面才是他们等你的地方。我不信温婉谈，也不信你。1短2长，后闸有人出村。秦家村的人果然会自己出来。我们只是过路，快往回跑！秦千户，救我孩子！闭嘴，跑！3短1长呢？他们没杀我们，只问了一个问题。问什么？温暖屋有几道门？暖屋后门加啥？窗缝封死，换柴改从前门。后门全封，真着火时往哪儿走？刘半闸，您管钥匙。好，暖屋里面我来定。暖屋爆点我守，只爆点，不开门。针线只告诉各族主事，假线让他们看见。黑狼若动假线，
我们就知道他在调人。不，黑狼若聪明，会真假一起动，所以各族守自己的线，不许一响就全。少主，他们加了灵线，会加线，说明他怕声音断，先断粮仓。不，粮仓是眼睛，暖屋才是心。让3处都响，他会先救最怕丢的粮。那暖屋无声开门。孟奶奶，外面是不是有狼？有门，有火，有人在守，不怕。孟奶奶，我好像没听见风声了。别乱开！秦霜，查线。线没断，石头压的。假响。村口也响，他们耍我们。村口脚印前是提前布的。暖屋没响，没响才坏了。小船3段，敲。暖屋后门，是让铃不响。找到门了，守门！里面都是老人孩子吧？你别想进来！退后！暖屋后门，跟往墙根蹲，不许乱跑！小川，别出白线！你们会进来吗？不会，你嫂嫂在外头。别哭，哭没用，手能动的都按住被子。门要破了，破也得先过我们这一层。林千户，你护得住门，护得住全村吗？你先进了这扇门再说。我去抓！不许追远！差点又上当。他们知道你射了铃，也知道怎么让铃不响。嫂嫂，我刚才没有出白线。你救了暖屋，不是他一个人，是，不是一个人？火路被断了，有人往火盆里泼了血水。先把小的抱到里墙。干柴还有多少？屋内只剩2捆，外头柴道不知有没有人。嫂嫂，我抱点儿。不，没见人，不乱抱。你守住这儿就好了。别踩！这是等我们来抢柴。他们断火，是想逼暖屋的人出来。他就在那边，这黑狼崽子真会调人。别追远，先清除柴道，他们就是想你撑不住。湿成这样，点不起来。刮掉上层石灰，下面还有干炭。晚唐，手给我，你手在抖。我怕火断了，人撑不住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撑。你来点火，我稳人心。粮仓那边有人说黑狼要先烧暖屋，村里人又慌了。不是要烧，那是什么？他们在看烟。他们靠烟来算暖屋人数，靠烟找退路。北县败了，秦千户回不来了。黑狼说了，叫粮就不屠村，叫粮先保命，粮没了还能再挣，命没了就没了。谁敢碰粮仓？哥都死了，你还替文彦堂守什么？嫂，他说我哥没见尸，没见甲，没见秦彦州亲兵，谁说死都不算？我亲眼看见。你是哪一队的？北县第3队。赵百红今日清晨才改了巡线，第3队不在北县。骗我！我死了。秦义不是卫所一薛弟却是黑狼妈咪，你们换衣服不换鞋，你们不交粮，黑狼真会屠村。他怕我们不开仓，粮仓不开，少一袋都不开。嫂嫂，刚才有一瞬间，我真想开仓，你最终还是没开。可我怕。可现在不是守住了吗？赫连少开始攻人心了。燕州后坡发现黑狼撤击，像是主力往北沟去了。这次肯定是他们主力撤了，追上去能断他后队。脚印太浅，什么意思？人很少，是故意踩乱给我们看的。千户，再不追就没影了。别追，分2人盯住路口，其余回村。燕州，暖屋、粮仓、地道都在村里，
他们就是要我们离村。卫所那边催粮，我先带了能用的钉子和油布。记账了吗？记了。现在先救命，后面再折粮。他今天倒像个人。我要早像人，也不至于省出这么多破事儿。粮仓不动，暖屋不散，地道只做最后退路。外线我守。你不许追远。我知道。我要活着回村。老人12个，孩子9个，干粮包21，记得清楚。嫂嫂说人气比包气重要。这里怎么有热气？地道里不该有热气。怎么了？风不走了。入口没塌。不是烟口，地道不能用了。挖开。不能挖，烟会倒灌进暖房底下。那老人孩子怎么办？温婉堂，看着我。这条路不能断，它断了，暖屋的人就没退路。那就换路。我没算第2条。我们一起找。地道坏了，我们出不去了。谁说出不去？前门还在，人还骑着呢。黑狼就在外头。你现在乱冲，才是给他们开门。老人孩子先靠墙，能动的帮忙传师部。我点人，谁不见了，立刻报我。这里，旧水渠能通到外头。太窄了，人过不去。人过不去，但烟能走啊。把旧棉衣拆了，蘸水，堵地缝，再把水渠口清出来，引烟。我带人守外侧。别追。记好了，不追。人齐了，暖屋人齐了。路断了，人没断。我差点以为又要漏算死人。嫂嫂，暖屋点完了，1个不少。女眷也都在。这条后路断了，可我们还在。他约秦千户去北沟，只准带10人。这狗东西点名要你去。哥，不能去，这是陷阱。这是在逼我们。我不去，下一刀会落在村里。遇伏不追，听到3声锣立刻回。若他放火杀人呢？先回村，你答应过我，活着回村。重了跑不动，轻了撑不到回村。哥，我不要钥匙，我要你回来。燕州，别把自己当刀。若北沟无火无烟，立刻撤。好。若赫连霄激你，不追远。他还留了后手，全村闭门，查所有灵线。现在。太近了。是啊，完全不对劲。秦千户果然来了。人呢？哼，什么人？你约我，不是为了说废话。我是想看看温婉堂把你调教的多听话。他靠声音守村，我就拆他声音；他靠火守人，我就断他的火；他靠地道留退路，我就堵他的退路。你有种冲军营来！我又不是傻子，军营硬，村子软，软的地方才好开口。你想要粮，粮要人心也要。你死不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以为你死了。你往村里放了假消息，现在才猜到，晚了些。明线没断，暗线也在。老槐树，女眷退后。第2次，还想割第2次？秦燕州已经回不来了，捆起来。村里爆点了。秦千户，你现在回可能来得及，你若追我，可就来不及了。燕州，回村。你真不追？温婉堂说过，不拿人命换一口气。断了他们的回村路。秦燕州去北沟了吧？他回不来了。你闭嘴！他说这些鬼话就是要你乱。温婉堂，你能管粮、管柴、管罗，你管得住人心吗？我管不住人心，但我能告诉你们，乱开门、乱开仓、乱出村，死得最快。老人12，孩子9，一个不少。外头有人喊秦千户出事，别让孩子听多了。秦哥哥会回来吗？会，因为他知道家里有人等。秦千户要是真被困，我们总得留条活路。粮仓就是活路。黑狼要粮，我们给一点不行吗？
给一点，他们就知道你怕他。下一次要的就不是粮，是人。卫所军需我都敢折账，黑狼的账不能开，开了就是卖命。粮仓不开，各户回屋按点报人。今晚谁越过这带沙，按撕开粮仓处置。嫂嫂，像是北沟方向，不是一匹，是很多匹。是不是我哥回来了？火光往村口来了，点回村罗，几下？3声，告诉秦延州，村还在。千户腿卡住了，赵百长上，接着。那帮该死的还在那边。先清人，嫂子这包又救了一回命。不是包救命，是他怕我们死。千户，回村路堵了，我们不走原路，绕西坡，那边近是近，但容易被埋。就因为近，他们会在那儿等我们。走旧水沟慢是慢，但能回去。你真变了。以前我只想着赢，现在我要把人带回去。哥能听见吗？他能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答应了。他们要攻门了！攻的是我们的人心，谁都不许。村里的回村罗，他在告诉我，村子还在，不追不冲，还会绕路了。少主，要不要接杀？杀他不急，我要让他快到家门口再杀。一夜了，我哥还没回来，再等等。是他们吗？先验声。千户，快到村了。不对，太顺了。顾千户，秦彦州，家门就在眼前，可惜你再也进不去了。赵百公，带伤兵走，我断后，死不了。哥，万堂，这些血不是他的。你凭什么说不是？没尸，没甲，没断刀。关门，谁都不许出去。你的马回去了，但你的兵可回不去了，真可惜呀！你这混账！他要是来救你，村门就开了；他要是不来救你，秦家就先散了。你不懂他。哦，哼，那就看看